今天我就要玩不可能完成的难度10倍版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包。前段时间不是出了好几个不可能完成的难度吗？但是他们全都被一位大神通关了。于是数据包作者 Command Geek 说要做一个可以让那个大神通关一辈子的模式。今天咱们要介绍的就是这个不可能完成的10倍难度版本。难度1，方块不能堆叠。平时我们挖出来的方块通常是64个一组。但是这个模式下，你挖的每个方块都会被单独放置。你看我现在挖出来的第2个泥土，就是没有办法和前面的泥土合在一起的，这就导致你的背包基本上存不了多少东西，而且你每次合成都得一个一个东西拖上去，所以合成东西也变得非常麻烦。不过像这种2个木板合出来的木棍，就是我们后期合成出来的东西，还是可以正常堆叠的。但是自然挖掘下来的东西都不行，所以背包里想存点石头啥的就很困难。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就已经够难了，不过下面的这个设定比它还要难10倍。难度2，背包里不能装太多东西。当我们的背包里有5、6、7、8、9、10个东西的时候，不会出现什么问题。不过当格子的方块被占用到第16格，你就会开始扣血，因为背包太重了，所以必须要丢掉一点东西，不然就会因为太重而死亡。然后有一个很难受的设定，就是你死了之后，背包里掉出来的东西都会被判定成后来获得的，所以原来可以堆叠的东西也没办法堆叠了。本来就是很稀缺的背包格子，现在被锁定到15格，而且战斗的时候还要注意不要不小心捡到东西，不然就会开始扣血。然后挖矿的时候也得注意，得留几个格子，一边挖矿一边往外面丢东西，这就导致了做很多事情都特别不方便。难度3，木头不能直接用手撸。其实直接撸树是没事的，只不过撸下来的不会是木头，而是木板，这就要求你前期必须先做出一个木斧来，而做出一个木头需要4个木板做工作台，然后2个木板做木棍，再用3个木板做斧子，稍微增加了一下前期的难度，这个和前面的相比起来就不是什么问题了。难度4，保护好你的脚。我们平时走在路上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发生，在泥土上在草地上都没有关系，但是如果我们要进矿洞就会这样，它会提示我们穿鞋子，然后不断扣血。只要站在石头上就必须穿着鞋子，因为石头很硬，而泥土什么的方块比较软。当然像黑曜石、钻石这种方块也很硬，所以我们不能直接光脚踩在上面，连工作台也不行，必须要穿一双鞋子。所以我想要挖矿就必须先弄一双鞋，但是没有办法去矿洞，所以下去之前必须找牛牛弄点皮革做鞋子才行，这个也是增加了前期的难度。难度5，下雨会被闪电击中。不需要在雷雨天气，只要下雨我们就有可能被雷劈中，而且概率超高，随便来几下差不多就没了。躲在树底下也会被劈到，连躲进矿洞都打不了，全图瞄准100%爆头。反正只要外面下雨的话就等死好了，除了其他世界根本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。难度6，所有僵尸都是 baby 僵尸。这个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跑得很快的小僵尸，增加了一点游戏难度。不过在我们这个模式里，见到小僵尸不能和他们跑，只能正面对刚，这也是因为下面的这个难度。难度7，不能长时间跑步。现实生活中我们连续跑步太长时间就需要休息，这个模式里也一样，连续跑之后就要休息一会儿，不然就会累得没法呼吸，然后扣血。休息时间大概5秒钟，期间会有饥饿和反胃效果。所以在这个模式下，能不跑步最好不要跑步，特别是战斗的时候。另外在游泳时会饥饿，所以也尽量少游泳。难度8，熔炉削弱。在这个模式下，由于挖到的物品不能堆叠，熔炉里一次只能烧1个东西，这就让我们得站在熔炉面前慢慢烧矿石。然后有一个很难受的事情，就是铁矿石被烧出来之后不是一个矿，而是一个铁粒，金矿石也一样。所以像我们平时要做一套铁护甲防身的话，需要用到的铁锭有8加4加7加5等于24个，换算成铁矿石的话就要乘以9，所以有216个，这么多个铁矿石，这都不知道要挖到什么时候。所以最好是能在村民那里借到铁，不然想要通关的话可能真的要一辈子了。难度9，不能穿钻石盔甲。有的人觉得铁矿这么难挖，还不如直接做钻石盔甲，因为不用担心钻石会被烧成锭。当然这也是行不通的，在现实生活中钻石通常是很尖锐而且很硬的，所以我们穿上之后就会扎到自己，就像给装备附魔了一个反向荆棘一样，一穿上就会扣血，而且身上的每个部位的装备都是会扎人的。难度10，末地不能用床。当你克服了种种困难要来打末影龙时，有的人可能会想着用床在地狱会爆炸的设定来炸末影龙强行通关，当然不能让你这么简单就过了。
在末底里放床只会出现这个调试你的告示牌，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准备弓箭吧。怎么样？你们觉得这次的难度和之前的比如何？我觉得不能跑步和背包里不能放很多东西是最致命的，其他的话就是比较拖延时间而已。那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，如果本期视频点赞超过1000万，我就拿它通关。那我是小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